今天我們來國家博物館，一口氣看完17件夏商周镇馆重器。镇馆重器泛指在國博独占大展櫃的重要文物。今天又是穿明制漢服，也就是漢民族服飾，來北京逛国家博物館的一天。同行人是汉服同袍瓶子，这是一位新朋友，也是一个文物同好。大家好，我是徐工，记得点赞、收藏、加關注，下次旅行不迷路。現在我們開始。第一件商代文物青銅四羊方尊，於1938年出土於湖南寧鄉，也是中國現存商代青銅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因其肩部四角各有一個羊頭，故得四羊方尊之名。它的最上方能依稀辨認出夔龍紋的模樣，往下按說是獸面紋，但陰影覆蓋了太多細節，實物並不好辨認。羊臉上的紋是雷紋，這是青銅器的常見裝飾，比較容易辨認。而羊脖子上的菱形紋就更好辨認了。羊側肋上的花紋雖然抽象，但也能認出來是鳳紋。如果你往基座看，還能看到另一組夔龍紋。這件文物可以說是命途多舛，它在出土的當年於日軍空襲中被炸碎，直到1954年才做了修復，後來就被送進了湖南省博物館。在1959年，它被借到了中國歷史博物館，也就是國博的前身，並一路存留到如今。第二件商代文物后母戊鼎，又名司母戊鼎，這是中國已知最重的青銅器，妥妥的國之重器。它耳側的花紋是魚紋，只有古老的自然崇拜時代才會將魚形聖化為重器紋飾，耳的正面則是雙虎式人紋，只有在相對蠻荒的時代才會有這種紋飾出現。它每個面中心的位置明顯是一處獸面紋，而側面的位置則是比較典型的盤龍紋。氣腿的紋是最好認的，這是更清晰的獸面紋，而且獸面紋的下邊還有3條線，這個叫做弦紋，一般以1到3條平行線形式出現。這件文物從出土到走進大眾視野，也是歷經了很多曲折。因為它是抗戰期間出土的，所以出土後不久就又被埋回去了，直到1946年才被重新挖了出來，並送進了國博。第三件商代富好青銅3連赠，它下半部分是一個大灶台，有3個灶眼，每個灶眼上邊擺着一個甑，也就是蒸鍋。現在的灶具也經常是一個灶同時燒好幾個鍋，此類灶具的祖宗想來便是眼前這件了。其中的部分甑上邊也有熟悉的獸面紋。第四件商代富好青銅偶方儀，難怪在殷墟那邊沒見到富好墓的重器，合着都給搬到這兒來了。儀是用來盛酒的器皿，其屋頂為五殿鼎，由此而知五殿鼎的歷史可太悠久了。器體有鳥紋、獸面紋、夔龍紋，造型都很精致。第五件商代富好墓出土的青銅布，也是富好墓出土的商代文物，一般視為盛酒器，造型比較低矮圓鼓，當下的酒壇子大致也都是這個造型的。第六件商代富好墓出土的青銅尊，尊也是盛酒器，一般是尺口，也就是大寬口造型。尊的器型並不統一，有方有圓，有大有小。剛才看的四羊方尊就是一個大型方尊，這個尊就是一個小型方尊了。第七件商代子龍青銅鼎，因其內壁有銘文子龍而得名，但這是商代的人名，和常山趙子龍沒什麼關係。它是目前已知的最大的商代圓鼎，總重量多達230公斤。這件文物也是命途多舛，迄今它的出土地都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因為它很早就被倒賣到日本去了，在2005年才被香港人購回，並於2006年回歸國博，一路存留到如今。第八件西周大禹鼎，西周文物大都是陝西出土的，這件也不例外，鳳鳴岐山嘛。它在清末出土之後，幾經輾轉，成為了金石收藏家潘祖蔭的藏品。在1951年，潘家後人將其上交國家，遊客才得以一窺其真容。這件大鼎的內部有291字的銘文，寫的是周康王冊命貴族魚這件事兒，所以他得了魚鼎這個名字。第八件西周國際子白盤，因為這個盤子比較淺，所以我們能看到內部的111個字的銘文。正文大意是，在周宣王時期，國際子白在洛河北岸戰勝咸允，斬首500，俘虜50，周宣王便重賞國際子白，並為其慶功。咸允是犬戎族的前身，與周王朝敵對，同時也是《詩經·采薇》中米氏米家咸允之故的罪魁禍首。
第10件西周與青銅鼎，這裡的禹是周厲王手下的領兵人，同時也是鑄造此鼎以記錄歷史的主理人，可不是那位治水的大禹，千萬別搞混了，因為朝代都對不上。第11件三星堆青铜面具，之前我去過三星堆博物馆，这個面具的個頭絕對算是大的，它額上高高伸出的裝飾可視為與神靈溝通的工具，而凸起的眼球則可視為對先王高瞻遠矚的一種描繪。第12件刺山彭縣出土的青铜雷，這也是西周時期的文物，屬於是一種酒器，而且雖然蜀地距離中原很遠，但它的花紋卻與中原是相同的，所以一般認為武王滅商的800諸侯中就有蜀地文明參與其中，交流就是在這個階段完成的。第13件西周宋壺，它的銘文記載着周王為宋封官並賞賜之事，宋便造下此鼎以感念周天子的恩德。郭博的這件沒有蓋，另一件有蓋的同款文物被收藏在台北故宮博物院了，希望他能早日歸來，在郭博和我們團聚。第14件商代青銅甲，也是妇好墓的出土文物，這屬於是古代的溫酒器，而且在現場的同類文物中，它屬於是個頭較大，能撐得起重器的那一種，所以就把它單獨列出來看看。第15件西周青銅居尊，它的造型就是馬居的造型，身上的铭文則是記載一位貴族參與周王的直居典禮，並獲賜2匹馬居的往事。它是迄今為止歷史最為悠久的居形器之一，而且它沒有採用青銅器中慣用的抽象花紋來描繪馬居，而是採用了現實中動物的造型，屬實是很有創意了。第16件妇好墓玉簋，它這件的造型和日常的青銅簋是一樣的，只不過材料換成了和田青玉，因為它是仿重器造成的，所以它也是玉器中的重器。沒錯，它就是現存的體積最大的玉制容器。第17件妇好墓的雙性玉人，它一共有2面，一面是男性，一面是女性，這可能是古人對神靈的一種描述。無論是遠古時期的模糊神靈，還是後世的佛與菩薩，理論上都是沒有性別之分，且雌雄同體的角色。把這種理念落實到實物上，就是這件文物的樣子了。郭博的夏商周文物我們就看到這裡，以上這些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重器，其中妇好墓出土的文物幾乎占了1/3，因為它這邊出土的很多玉器和青銅器都有一種在同類細分赛道中開創先河的感覺。同時殷商的發源地河南以及西周的發源地陝西也都是商周文物出土的大頭，地下文物既看河南也看陝西，這一點是沒錯的。所以我們今天所看的僅僅是冰山一角而已，更多的寶物就藏在郭博的古代中國展廳內，以及河南陝西的那些知名博物馆中，等待着我們前去發现。看到這裡的朋友，歡迎點讚、收藏、加關注，和徐公一起讀城，一起旅行。